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西方质疑全球化，而我们中国坚持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可阻挡。最近有个叫戈尔德曼的外国经济学家发表文章，认为随着西方国家质疑全球化的好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领先的全球化者。中国对几个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从2019年6月的380亿美元增加到2022年6月的700亿美元。中国不但投资传统基础设施，还非常重视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从印尼和巴西的宽带网络到土耳其的发电厂和东南亚的铁路。所谓全球化，从美国的初心来说，是为了打破国家之间的行政界限，实质性的剥夺发展中国家乃至相当一部分中等发达国家甚至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权，建立一个完全有资本统治的世界。因为当时美国的高技术、金融和信息产业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一旦其他国家的主权屏障被打破，那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资本集团对全世界财富甚至是人身自由的收割了。美国的两大社交网络运营商推特和脸书，以及电商企业亚马逊在全球的垄断地位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现在很多国家的政府都要看他们的脸色行事，多数国家都不愿意接受美国主导的这种全球化。中国、欧洲、俄罗斯甚至日本都在或多或少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抵抗，但是抵抗不一定能够取得成功。要想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保持国家主权的独立，包括国家的领土安全、政治安全、信息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那这个国家或者是国家联盟同时要具备两个能力。第一个是具备足够的自主执政的能力，第二个是要具备强大的科技产业的自主能力。不幸的是在我刚刚说到的这几个政治实体中，没有几个国家同时具备这两种能力。欧洲的科技产业能力还是比较强大的，但是执政的能力却不敢恭维。包括德国在内的相当多的欧洲国家是受到了美国政治势力的严重渗透，而欧盟政治架构本身也是存在着严重缺陷的。俄罗斯普京政府牢牢把握着军队、强力部门、金融部门以及主要的经济部门。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也不可能把乌克兰战争坚持到100多天。但是俄罗斯的科技产业能力薄弱，在很多基础工业领域严重的依赖进口，在信息科技领域除了少数软件企业之外，基本上是空白。日本的情况就更可悲了，不但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受到美国的严密的控制和操纵，在科技产业创新上也没有什么自主权。从上世纪90年代到今天，日本企业在信息化产品、信息化体系或信息化标准方面看上去总是在走错路。最近有产业分析人士认为，日本人并不是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而是美国不允许他走正确的道路，不允许日本自主创新数字化时代的技术和标准，所以日本企业只能眼睁睁地把产业优势拱手送人。唯一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只有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包括很多我们中国人自己都不太相信，在有生之年我们的国家能够在科技产业方面取得这样大的成就，甚至还能够在 5G 标准上领先世界。但事实告诉我们，中国人是可以的。而从执政能力来看，我们看全球最稳定、最安全的国家是谁，就明白了。美国对此是万分恼火，却没有任何办法。正因为中国拥有这样的条件，所以我们才能够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而不是被收割的那一方。如果中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那我们的独立自主对全球化的成败没有任何影响力。但我们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核大国，中国在全球化当中的表现会让很多的西方人产生疑问。美国资本集团所主张的全球化到底算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呢？近年来中国先后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些都是符合全球化的。中国在全球化当中的优异表现，不但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复兴创造了光明的前景，也让更多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型发达国家看到全球化是可以有利于全世界人民，让大家都能得到好处的。有研究者殷切的希望中国必须在突破马太效应的临界点之后，解决独立增长的问题，打破富国变得更富、穷国变得更穷的经济魔咒。包括印尼、菲律宾、印度、以色列这样对中国有成见甚至有敌意的国家，如今也都接受了中国提出的
共同富裕的理念。但是那些希望把全球化当成工具来收割全世界的资本集团的代表就未必会这么想。所以中国一再主张要扩大改革开放，继续推进全球化的进程，就是希望排除那些不良因素，把全球化变成一个有利于全人类发展的新观念，一个正义而有利于全人类的全球化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好，这节话题就说到这里。